我被夫君和族人当众扒皮抽筋，尹天雷活活劈死，只因我一胎九宝，条条都是小黑蛇。在蛇族，黑蛇是肮脏的象征，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我生下的蛇宝们是曾战死的龙族九子转世，龙有逆鳞，触碰者必死。前世我满心欢喜和白蛇夫君交尾，以为能为白蛇族诞下至尊血脉，结果生下来的却是9条通体漆黑的墨蛇。我那所谓的夫君冷云墨，还有我的亲哥哥蛇族族长若双鹰，他们看着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什么脏东西。他们当众把我残害后，我拼死生下的9个孩子也被斩断头颅扔进了化骨池，瞬间化为一滩血水，直到死后魂归冥界。在恶鬼缠身中，我才知道真相，那根本不是什么不洁的墨蛇，那是战死的龙族九子借我父转世，娘亲活下去魂飞魄散之际，9道微弱的金光护住了我，那是我的孩子们耗尽了最后一丝神力助我重生。我猛地睁眼，满眼泪水，丧子之痛让我浑身颤抖，但我竟真回到了和冷云墨的交尾当晚。他手里端着那杯掺了烈性春药的果酒，眼神里满是毫不掩饰的嫌恶。若曦，把你这一身滴溅的香舌胃盖一盖，否则别想我碰你。这一幕我太熟悉了，前世他极致厌恶我，死活不愿意和我交尾，后来却一反常态，主动联系我要和我交尾，我高兴不已，觉得他终于知道我的好。可是殊不知，这是我噩梦的开始。每一次的交尾结束，我身体都疼痛难耐。我问过白墨寒，他只是轻蔑一笑。交尾都这样，你要是不愿意和我交尾，就离开啊。而我因为爱他，苦苦坚持，一直到死后，我才在冥界知道真相。和我交尾的根本不是白墨寒，是各种未化形成功的男人。回想过去，我胃里翻江倒海，恶心的差点吐出来。我死死攥着拳头，指甲掐进掌心，用强压下翻江倒海的恨意。我的孩子们为了救我彻底消失了。前世就是这一晚，冷云墨安排的那个男人让我怀上了龙宝，想要让他们重新回来，我必须在今晚和那个男人顺利交尾，哪怕面前是刀山火海，我也得跳；哪怕要对着仇人笑，我也得演。我深吸一口气，故作娇羞地抬起头，声音颤抖却坚定：冷云墨，我喝，只要能和你交尾，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我端起毒酒一饮而尽，这一次我不光要怀上龙种，还要让他们血债血偿。暗红色的果酒顺着喉咙滚落，奇异的香味在唇齿间炸开，我毫不犹豫仰头一饮而尽。为了我的9个龙宝，别说是春药，就是毒药，我也甘之如饴。药效来得极快，热浪像火一样舔舐着我的理智，我顺势倒在地上，装作昏迷，却死死咬着舌尖，保持最后一丝清醒。若曦，别装死！冷云墨踢了我2脚，见我不动，便像拖死狗一样抓着我的脚，将我拖进了屋内那间阴暗潮湿的暗室。就在这时，一个让我恨入骨髓的声音响起了：若雪，我好想你。冷云墨迫不及待地扑向门口那个穿着白色披风的女人，两人当着我的面激吻在一起，发出的啧啧水声在狭窄的暗室里格外刺耳。原来如此，原来我那个平日里装得冰清玉洁的姐姐若雪，才是一切的幕后黑手。前世种种竟都是这一对狗男女在作祟。若雪推开冷云墨，走到我面前，面色潮红地踹了我一脚，眼神恶毒：若曦，这次我特意给你挑了个好男人，他虽然不通人性，但身体很棒。他疯癫地笑着，将我捆在冰冷的石床上，随后拉着冷云墨转身离去。门关上的瞬间，一股腥臭的气息逼近。黑暗中，一个半人半蛇的怪物正喘着粗气，双眼猩红地盯着我，显然也被喂了药。恶心！我拼命挣扎。就在那怪物的脏手即将碰到我的瞬间，一道耀眼的金光猛地从我体内爆发，砰的一声，怪物瞬间化为灰烬。金光散去，9条小金龙虚影亲昵地蹭着我的脸颊。是他们，我的孩子还在护着我。还没等我落泪，9个小家伙齐齐看向暗室深处，随后化作光点指引我看去。那里的黑色石床上竟然躺着一个浑身散发着金光的男人，金色长发，鹅生双脚，那是一条真正的龙。原来这才是让我怀上龙种的关键。我强忍羞耻爬上石床一夜隐匿。次日清晨，我是被冷云墨的骂声吵醒的。他衣衫不整，显然刚和若雪鬼混完，提着我的头发就把我往地上拽。若曦，你要饿死老子吗？还不滚去做饭！新仇旧恨涌上心头，我反手一口狠狠咬在他胳膊上。就在冷云墨痛呼时，房门被人一脚踹开。若曦，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竟敢抢你姐姐的寿夫！来人！正是我的亲哥哥，蛇族族长若双鹰。他二话不说，一道法术重重打在我胸口，打得我当场吐血。原来如此，若雪昨晚带来的那个蛇人怪物，居然是他的夫君，真是好算计。他看着我，眼里只有厌恶。当年你害死母亲，今日又为了私欲抢亲姐的男人，我就该活剐了你。今日我要亲自解除你和冷云墨的婚期。蛇族解气，若非双方自愿，便要生剖灵台取心头血。若双鹰没有丝毫犹豫，伸手生生剖进我的灵台，痛钻心的痛，但我死死咬着唇，一声不吭，看着那滴心头血落下，婚期强行崩断。我眼前一阵发黑，身子摇摇欲坠。就在这时，变故突生，我的腹部突然涌起一股暖流，紧接着蛇族禁地方向传来震耳欲聋的龙啸，道道金光冲天而起，是龙气。蛇族有人怀上龙种了。外面的族人惊呼连连。若双鹰大喜过望，一把拉住身边的若雪：七妹，是不是你？一定是你怀了预言中的龙子。若雪眼神闪烁，却故作矜持的推脱，反而意有所指的看向我：哥哥，九妹昨晚也和云墨交尾了，说不定……蛇医匆匆赶来，一探我的脉搏，面露喜色：恭喜族长，九姑娘确实有孕了。若双鹰脸上的笑容僵住，虽不耐烦，却只能冷哼一声：既然怀孕了，这次就饶了你。众人散去，若雪路过我身边时，阴恻恻的笑了：九妹，好好养胎，毕竟你肚子里可是有9条蛇宝呢。若雪怎么会知道我怀的是9条？前世她根本不知道数量，唯一的解释是她也重生了。
若雪也重生了。这个念头让我后背发凉，但感受到腹中孩子们轻微的胎动，我的眼神重新变得坚定。既然都重活一世，那就看看谁手段更狠。几个月后，生产之日，天空乌云密布，雷声滚滚，却有一丝金光顽强的穿透云层，直射近地。我独自在破屋里咬碎了牙关，拼尽全力生下了9个墨色的蛋。刚破壳，9条黑色的小蛇便亲昵地拱着我的手。快，就是这儿！若雪小姐吩咐了，全是污秽，赶紧拿走。门被粗暴推开，几个婆子冲进来，一掌将我击晕，抢走了我的孩子。再次醒来，我已被拖到了蛇族禁地的斩罪台上。若雪正跪在那儿哭得梨花带雨，她身旁放着那9条墨蛇，怎么是黑色的？这是不祥之兆啊！族人们指指点点，若雪却扑在若双英怀里哭诉：哥哥，我不信我生下的是怪物，我要请赵玄镜验明正身。前世我也曾苦苦哀求用赵玄镜，却被若双英一脚踢开。如今若雪一哭，她却力排众议，立刻请出了神器。我冷眼看着若雪演戏，她得意地将墨蛇放入镜前，嗡，镜面光芒大作，原本漆黑的墨蛇在镜中瞬间化为9条，威风凛凛的金龙，龙鳞熠熠生辉，全场哗然。若雪嘴角压不住的上扬，故作震惊。天哪，我生的真的是龙子！他想把这功劳据为己有。看着他那副贪婪的嘴脸，我讽刺地笑出了声。我抬起手，对着那9条小龙虚空一招：宝贝们，过来！下一秒，9条小龙齐齐掉头，欢快地摇着尾巴朝我爬来，理都没理若雪一眼。这龙子明明是我生的，什么时候成你的了？若雪想要抢功，哥哥若双英更是为了维护他，要对我动手。就在他的巴掌即将落下时，一条小龙竟然口吐人言挡在了我面前。不许伤害娘亲！一条小龙竟然口吐人言挡在了我面前。若曦，你还要不要脸？若双英见龙子亲近我，顿时恼羞成怒。肯定是你用了什么妖术，迷惑龙子，把孩子还给你姐姐。他脸色铁青，扬起手掌，带着凌厉的风声，狠狠朝我脸上扇来。我没躲，只是冷冷地看着他。就在那巴掌离我只有1寸时，一道金光猛地弹射而出，是我的五宝。他一记神龙摆尾，啪的一声脆响后，若双英竟被震退数步。他昂着黑黑的小脑袋，黑豆般的眼睛里满是怒火，竟然发出了稚嫩却威严的童音：不许伤害我娘亲！全场死寂。龙子护母天性使然，这根本做不了假。我擦去眼角的泪水，这一世我精心调养身体，哪怕孕吐再难受，也强吞仙草，终于让我的孩子们拥有了自保之力。我一步步走向面色惨白的若雪，声音如同淬了冰：族长蛇族族规，抢夺他人子嗣，欺瞒全族，该当何罪？我若心情不好，龙子便会不悦，我9大龙子发怒，这后果白蛇族担得起吗？若雪慌了，她死死拽着若双英的衣角。就在这时，一直缩在人群里的冷云墨突然跳了出来，指着我的鼻子大骂：若曦，明明是你生了墨蛇，怕被罚才偷偷换给若雪的，现在见识隆重，又想抢回去。他像条疯狗一样挡在若雪面前，眼神阴毒：赶紧给若雪道歉，否则我就要在众长老面前揭穿你怀上龙子的肮脏真相。真相？我听笑了。冷云墨这无耻之徒，居然还敢提真相！啪！我反手就是一记耳光，打得他嘴角渗血，整个人都懵了。我倒要听听你能说出什么东西。事情真相就是你为了争宠，用妖术控制了龙子。冷云墨指着我脖子上青筋暴起，那一脸的正义凛然，叫人犯恶心妖术。我气笑了。五宝刚才那一记神龙摆尾，明明是护母心切，到了他们嘴里，竟然成了我操控龙子的罪证。五宝是龙，龙族有灵，岂是妖术能控制的？我反问。还敢狡辩？若双英一脸痛心疾首，她护着若雪，看着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什么十恶不赦的魔头。若曦蛇族古籍记载，确实有傀儡术，可以让幼兽听命于人。你为了抢姐姐的孩子，竟然修炼这种阴毒的禁术。好一个傀儡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若双英这心早就偏到胳肢窝里去了。若雪躲在他身后，瑟缩着身子，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哥哥，你别怪九妹，她也是太想给云墨生孩子了，才会走火入魔。只要她肯把孩子还给我，我就原谅她。这招以退为进，用得炉火纯青。周围的族人开始指指点点，太恶毒了，连亲姐姐的孩子都抢。我就说墨蛇怎么变金龙了，原来是障眼法。我摸了摸袖子里的留影石，那里面记载着那晚发生的一切。现在拿出来？不，若双英现在正在气头上，只要我拿出来，他肯定会第一时间毁掉证据。这里都是他的人，我不能赌，我要忍，我要等一个万众瞩目的机会，让他们再也无法抵赖。若双英见我不说话，以为我心虚，他手中灵力凝聚，化作一只巨大的鹰爪，直逼我面门。既然你冥顽不灵，我就先废了你的修为，再取出你体内的傀儡骨。那鹰爪带着凌厉的风声，是下了死手的。若双鹰是真的想废了我。吼！就在我准备硬抗时，9条龙宝齐齐发出怒吼。虽然身躯尚小，但这9声龙吟汇聚在一起，竟然震得蛇族禁地的结界嗡嗡作响。9道金光冲天而起，硬生生顶住了若双鹰的攻击。这么强的力量，在场的长老们变了脸色。傀儡术只能操控行动，绝不可能爆发出这种能抗衡族长的力量。几个长老面面相觑，有人迟疑道：“族长，这看起来不像傀儡术啊。”若双鹰也被震得气血翻涌，他脸色难看，骑虎难下。若雪见状，眼底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又换上了一副决绝的表情。是不是傀儡术？验一验便知。他从怀里掏出一把银色的匕首，割破自己的指尖，挤出一滴鲜血。龙子既是我生的，那便一定与我的血脉相融。若曦，你敢不敢让龙子验血？验血？我冷冷看着他，他是疯了吗？他明明知道孩子不是他的，怎么敢提验血？除非他有诈。若雪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笑，他将那滴血弹向空中。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滴血竟然散发出一股奇异的异香。原本对我亲昵无比的大宝，闻到这味道后，眼神竟然瞬间迷离，摇摇晃晃地朝若雪飞去。
大宝回来！我厉声大喊，心头猛地一跳，不对劲，那鞋里有东西。我鼻子动了动，闻到了一股极其淡薄的腥甜味，是引魂香，这是蛇族禁药，专门用来诱捕幼兽的，能让幼兽短暂失去神智，产生亲近感。若雪竟然在自己的血里下了药，娘！香大宝眼神呆滞，不由自主地靠近若雪。若雪一把抱住大宝，脸上露出胜利者的微笑。大家看到了吗？母子连心，我的孩子终究是认我的话。人群沸腾了，果然是若雪生的。若曦这个骗子，居然真的用妖术！你下药！我怒火中烧，冲上去想抢回大宝。放肆！若双鹰一掌拍过来，正中我的胸口，呼，一口鲜血喷出，我整个人倒飞出去，重重砸在斩罪台的石柱上。若曦，你如今还有什么话说？若双鹰居高临下，眼神冰冷，人证物证俱在，你抢夺龙子欺瞒族人，暗律当诛。若雪抱着大宝在那假惺惺的求情，哥哥别杀九妹，把她关进水牢反省就好，毕竟孩子还需要姨母看着长大呢。他特意咬中了姨母2个字，眼里的得意快要溢出来了。他不是好心，他是怕我死了，没人知道怎么养活这些真龙，他想把我当成血包养着。我被2个5大3粗的蛇卫架了起来，强行拖往水牢。临走前，我看到另外8个龙宝也被强行网住。若雪想伸手去摸五宝，结果五宝虽然中了迷药，却还是凭本能狠狠咬了他一口。若雪疼得脸都扭曲了，却还要强装慈母，等着吧，好戏还在后头。蛇族水牢，终年阴冷，水深没腰，里面养满了噬骨的水蛭。我被扔进去的瞬间，刺骨的寒意便钻进了骨缝，双手被玄铁链吊在半空，脚下的脏水里，无数黑色的水蛭闻着血腥味游了过来，吸附在我的伤口上痛，但比不上心里的恨。我闭上眼，运转体内残留的一丝龙气，将那些水蛭震开。我知道若雪打的什么算盘，她想先用引魂香控制龙宝，等龙宝彻底认贼作母后，再来收拾我。可惜她太低估龙族了，引魂香只能迷惑一时，等药效一过，那就是她的死期。不知过了多久，牢门之呀一声开了一道光透进来，拉出一个修长的身影，是冷云墨。他穿着一身锦袍，手里还端着一盘精致的糕点，脸上挂着那种让我作呕的温柔假笑。若曦，疼吗？他蹲在水牢边，居高临下的看着我。只要你肯写一份认罪书，承认是你偷了若雪的孩子，我就让族长放你出来，哪怕做个侍妾，也能保住一条命。我看都没看他，直接一口唾沫吐在他那双干净的靴子上。冷云墨脸色瞬间变得狰狞，他一脚踩在我的手指上，用力碾压给脸。不要脸！若曦，你真以为那9条小畜生能救你？若雪已经在准备换血大阵了，今晚就要把龙血换到他自己身上。换血大阵，我猛地抬头，死死盯着冷云墨，这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他们根本不想养大龙子，他们是想抽干9个龙宝的神血，换到若雪和若双鹰身上，以此来脱胎换骨，飞升化龙。难怪若雪要留我一命，他是怕换血过程中龙宝反抗，需要用我的心头血来安抚。怕了。冷云墨见我变了脸色，得意地笑起来，脚下更加用力，几乎要踩断我的指骨。若曦，这就是你的命，你天生下贱，只配做我们的垫脚石，是吗？我忽然笑了，笑得有些瘆人，手指剧痛，但我心里却反而冷静了下来。换血大阵需要极高的条件，还要在月圆之夜开启，距离月圆还有3天，这3天就是我的机会。冷云墨，你会后悔今天没直接杀了我。我轻声说道。冷云墨冷哼一声，似乎被我的眼神吓到了，收回脚，骂骂咧咧的走了。你就嘴硬吧，等抽干了龙血，我看你还拿什么狂。水牢重新陷入黑暗，我闭上眼，感受着体内那股微弱却坚韧的联系，那是母子连心咒。虽然若雪用了引魂香，但我能感觉到9个孩子正在拼命抵抗。别怕，娘亲在。我在心里默念。忽然水牢底部传来一阵细微的波动，这水是通往地下河的。我深吸一口气，潜入满是淤泥的水底，果然在水牢最深处的一块石板下压着一个微弱的金色法阵，那是上一代龙族留下的古老封印，而我的血滴上去，封印竟然亮了。指尖触碰到那金色法阵的瞬间，一股浩瀚的力量猛地钻入我的指尖，没有排斥，只有温柔。那是一种深沉厚重如山岳般的守护之意。恍惚间，我仿佛听到了一声叹息。或好，吾儿是孩子们的父亲，他虽然不在这里，但他留下的力量认出了我，认出了我是孕育他血脉的人。原本枯竭的丹田瞬间被这股金色的龙气填满，身上的伤口在水中飞速愈合，连断掉的指骨都重新接续。这股力量太强了，强到我甚至能感觉到那困住我的玄铁锁链，此刻在我手中脆弱的像根面条，但我没有挣断它。现在还不是时候。若雪的换血大阵需要活计，他一定会派人来提我。如果在水牢里闹出动静，他们可能会直接毁了水牢，甚至伤害孩子。我要等到他们最得意、最放松警惕的那一刻，再给他们致命一击。3天时间转瞬即逝，水牢上方传来轰隆隆的声响，厚重的石板被移开，刺眼的阳光射入，晃得我睁不开眼。把这个贱人捞上来，及时到了。若双鹰冷酷的声音传来，我装作奄奄一息的样子，任由他们像拖死狗一样把我拖出水牢。但我低垂的眼帘下早已没有了之前的绝望，取而代之的是嗜血的寒芒。今日这祭台注定要染血，但染的是谁的血就不一定。蛇族广场人山人海，巨大的祭台中央刻画着繁复阴毒的血色阵法。我的9个龙宝此刻正萎靡不振的被困在阵法中央的笼子里，身上缠满了黑色的符咒，他们小小的身体时不时抽搐一下，显然正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看着这一幕，我的心像被刀绞一样痛。若雪穿着一身圣洁的白衣，站在高台上接受着族人的跪拜。天佑蛇族，若雪忍辱负重，从恶毒妹妹手中救回龙子。今日开启换血大阵，是为了帮龙子洗去身上的污秽之气，助他们早日化形。他大言不惭地撒着谎，脸上的表情悲天
天悯人，眼底却全是贪婪。若双英站在他身侧，高声宣布：吉时已到，戴罪人若曦。我被押上祭台，按跪在若雪脚边。冷云墨站在一旁，手里端着托盘，上面放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剔骨刀。若曦，别怪我。若雪俯下身，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恶毒的笑道：你的心头血是最好的药引，放心，取完血，我会把你的皮剥下来做成骨，让你日日夜夜听着我们受万人敬仰。若雪伸手抓起剔骨刀，对准我的心口，狠狠刺下。就在刀尖刺破皮肤的那一刹那，一直昏迷的我猛地抬起头，冲他露出一个森然的笑：姐姐，你的手怎么在抖？你……若雪被我这突如其来的笑吓得手一抖，刀尖偏了几寸扎在了我的肩膀上，鲜血瞬间涌出，但我连眉头都没皱一下。这点痛算什么？我体内那股来自龙腹的金色灵力，顺着伤口猛地混入了血液之中。这一刀恰恰帮了我，带着金光的鲜血喷溅在祭台的阵法上。原本猩红诡异的阵纹突然发出一阵刺耳的滋滋声，仿佛滚油里泼进了冷水。怎么回事？若双英大惊失色，笼子里原本昏迷不醒的大宝鼻翼忽然耸动了一下，那是娘亲血液的味道，也是父神力量的味道。吼一声稚嫩却充满愤怒的龙吟猛地从大宝口中爆发，紧接着是2宝、3宝9条小龙同时睁开了眼睛，那一双双原本因为迷药而浑浊的眼睛此刻变得清明无比，燃烧着熊熊怒火，身上的黑色符咒瞬间崩碎。怎么可能？引魂香的药效明明还有2个时辰。若雪慌了，她举起刀想要补救，快杀了她取心，头血镇压。晚了！我大喝一声，双臂猛地一震，嘣的一声巨响，困住我手脚的玄铁锁链寸寸炸裂，破碎的铁片如暗器般飞射而出，直接将几个想冲上来的蛇卫钉死在地。全场哗然，所有人都惊恐地看着那个浑身浴血却如杀神般的我。若曦，你居然隐藏了实力！若双英气急败坏，还在等什么？众长老听令，结阵诛杀这个妖女！我看谁敢！我厉喝一声，声音夹杂着龙气，震得在场众人耳膜生疼。我反手一招，9个龙宝瞬间冲破笼子，盘旋在我周身，将我护在中间，金光璀璨，龙威浩荡。这哪里是被妖术控制的样子？这分明是血脉相连的守护。大家都被若雪骗了。我站在龙影之中，目光如电，扫视全场。若雪口口声声说我是妖女，说我偷孩子，那今日我就让大家好好看看，到底谁才是那个人面兽心的畜生。我从怀中掏出那块被我贴身藏好的流影石，拦住他，快拦住他！若雪尖叫起来，那声音凄厉的像被踩了尾巴的猫。冷云墨和若双英疯了一样冲上来，想要抢夺流影石。5宝定！我轻喝一声，5宝张口吐出一道金色的禁锢之光，将那2人定在半空。一瞬，就是这一瞬，我将全部灵力注入流影石，猛地将其抛向高空。巨大的光幕在祭台上方缓缓铺开，光幕巨大，画面清晰的连毛孔都看得见。正是那天在地下暗示的全过程。画面里，冷云墨一脸谄媚的把春药递给若雪，若雪恶毒的咒骂若曦这个贱人，只配给怪物生孩子。还有他亲口承认的计划，等他生下墨蛇，若是龙种就抢过来，若是怪物就杀了他。甚至连若双英那晚其实就在门外偷听，默许一切的画面也因为角度问题被意外录进去了一个衣角。死一般的寂静，广场上数千名蛇族族人一个个张大了嘴巴，呆若木鸡。平日里那个温婉善良的圣女若雪，那个公正严明的族长若双英，在画面里简直比恶鬼还狰狞。这是真的吗？原来若曦姑娘说的是真的，她才是受害者。天哪，要把亲妹妹喂给怪物，这是多狠的心肠！舆论的风向瞬间倒转，若雪瘫软在地，脸色惨白如纸，嘴里还在无力的狡辩，假的都是假的，是幻术。但我已经不再给她机会了。幻术！我冷笑一声，一步步走向她。那不如让大家看看你身上到底有没有怀过孕的痕迹。我一把撕开若雪那圣洁的白衣，她平坦的小腹上光洁如初，根本没有一丝妊娠纹，更没有产后该有的虚弱。而在她肚脐处，赫然贴着一张还没来得及撕下的假孕符，证据确凿。这一回神仙也救不了她。那张轻飘飘的假孕符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全场炸了，被愚弄的愤怒瞬间点燃了整个蛇族。之前那些还帮着若雪说话的族人，现在觉得自己像个傻子，一个个面红耳赤，转头就把怒火撒向了台上。骗子，不仅抢孩子，还假孕，这是把全族当猴耍啊！亏我还以为她是圣女，呸，就是个毒妇，臭鸡蛋，烂菜叶。甚至有人把脚底的泥巴抠下来，雨点般砸向若雪和若双英。若双英还在试图做最后的挣扎，她涨红了脸，用灵力扩音吼道：肃静，这其中定有误会。若雪是为了蛇族未来才闭嘴吧你！一直沉默的大长老终于发话了，他黑着脸一步步走上祭台，身后跟着另外几位长老。若双英，事到如今你还要包庇？假孕符乃是禁物，若非你这个族长默许，他若雪哪里弄得到？大长老一挥手，几个执法蛇卫立刻冲上去，一把按住了若双英的肩膀。为了一个毒妇，不惜残害龙子，甚至想活祭亲妹。若双英，你不配做这个族长！若双英愣住了，她看着周围那双双充满鄙夷的眼睛，终于意识到她的天塌了，而我只是冷冷地看着，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长老，既然真相大白，那按照族规，这2人该如何处置？大长老看了一眼我身边的9条金龙，眼中闪过一丝敬畏，随后咬牙切齿地吐出一句话：罪人若雪，冷云墨，混淆血脉，残害同族，即刻押上斩罪台。斩罪台，这原本是他们给我准备的葬身之地，如今却成了他们的断头台。若雪和冷云墨被铁链死死锁在铜柱上，法阵启动，无数把细小的锋刃开始在他们皮肤上游走。若曦，救我，救救我啊！冷云墨吓得屎尿齐流，他拼命扭动着身体，冲着我哭喊：我是被若雪勾引的，是他给我下了药，他说只要配合他，就让我做副族长，我不想死啊！你胡说！若雪披头散发，尖叫着反驳：明明是你贪图若曦的美色，又嫌弃她出身低贱才来找我合谋的。冷云墨，你这个窝囊废，
居然敢泼脏水给我。两人在台上互相撕咬，曾经的恩爱此刻变成了最恶毒的诅咒。这一幕真是讽刺至极，吵死了！我皱了皱眉，拍了拍肩头的吴宝，儿子让他闭嘴。吴宝心领神会，张口吐出一道金光，精准地打在冷云墨的喉咙上。冷云墨瞬间成了哑巴，只能张大嘴巴，发出嘶嘶的气音，眼里的惊恐快要溢出来。行！大长老一声令下，第一刀落下，鲜血飞溅，若雪凄厉的惨叫声响彻云霄，那声音里充满了悔恨和绝望，但在我听来却是这世上最悦耳的乐章。剥皮之刑持续了整整1个时辰，台下的人看得头皮发麻，而我全程没有眨一下眼，直到两人被剥得只剩下一团血肉模糊的躯体，奄奄一息地瘫在地上，我才缓缓走上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这就受不了了。若双音被压在一旁，眼睁睁看着若雪受刑，整个人都在颤抖。见刑罚结束，他不知哪来的力气，挣脱了守卫，扑到那团血肉模糊的若雪身边，疯了一样给他输送灵力。雪儿，哥哥在，哥哥给你疗伤。他转过头，双眼猩红地瞪着我，声音嘶哑：若曦，你满意了吗？他已经被废了，这辈子都毁了，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咄咄逼人？你就不能顾念一点手足之情吗？手足之情？我差点笑出声来。我双音，前世我被你们剥皮抽筋的时候，你怎么不念手足之情？我那9个孩子被扔进化骨池的时候，你怎么不念手足之情？我一步步逼近他，眼神比寒冰还冷。现在跟我谈亲情，晚了。我转身看向几位长老，这种是非不分、包庇罪人的东西，若还留在族里，龙子怕是寝食难安。龙子不安，这白蛇族的气运威胁，赤裸裸的威胁。大长老是个聪明人，他立刻领会了我的意思，传令废除若双音族长之位，将若双音、若雪、冷云墨3人即刻逐出白蛇族领地，永生永世不得踏入半步。若双音如遭雷击，整个人瘫软在地，他引以为傲的权势、地位，为了一个毒妇全没了。看着像死狗一样被拖出去的3人，我心里没有一丝波澜。这白蛇族太脏了，我也该走了。可当我提出要带龙子离开时，那几个老奸巨猾的长老却突然变了脸，几道身影瞬间挡住了我的去路。九姑娘，你可以走，但这9位龙，我就知道这群老东西之前帮我也不过是看中了龙子的价值，想把我的孩子扣下来当镇族神兽做梦。如果不留呢？我冷冷看着大长老，大长老皮笑肉不笑。若曦，你一个人带着9个幼崽，外面妖魔横行，你护不住的，留在族里，我们全族供养，岂不更好？说着，周围的蛇卫悄悄围了上来，手中的兵器闪着寒光，这是要明抢了护不护得住？不是你们说了算。我冷哼一声，体内那股从未完全施展的金色龙气猛地爆发后，感应到我的怒意，9条龙宝瞬间暴涨数倍，盘旋在半空，金色的龙瞳死死盯着下面的蛇群，那种来自上位者的血脉压制，让所有蛇族人本能的想要跪下。我是龙子的生母，龙族唯一的契约者，我扫视全场，声音如雷，谁敢拦我，便是与整个龙族为敌。你们大可以试试是你们的结界印，还是我儿子的龙牙印。大宝配合地喷出一口龙息，直接将旁边的一座石塔轰成了粉末。长老们脸色惨白，冷汗直流，他们赌不起。放行！大长老颤抖着挥手，像是瞬间老了10岁。我抱着最小的9宝，带着浩浩荡荡的龙群，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蛇族大门，身后的枷锁终于断了，但门外的世界更是危机四伏。刚走出领地不过10里，空气中突然传来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味。前面的草是若雪他们才半日不见，他们已经完全没了人样，失去蛇皮保护的肉身沾满了泥土和腐液，脓血横流，散发着恶臭。双鹰虽然还有皮，但为了照顾那2个废人，也是狼狈不堪。看到我若雪那双只有眼白的眼睛里迸射出疯狂的恨意。若曦，我要你死！他声音嘶哑如破风箱，手里竟然捏着一颗漆黑的珠子引兽丹，这是同归于尽的招数，一旦捏碎，方圆百里的凶兽都会被吸引过来，哪怕是死，我也要拉着你和这些小杂种垫背。若双鹰也疯了，他知道自己翻身无望，竟然配合若雪将自身最后的灵力注入那颗珠子。砰！珠子炸开，黑色的烟雾瞬间弥漫开来。不好，快走！我脸色大变，这烟雾里的味道太浓烈了，对于妖兽来说简直是致命的诱惑，但已经来不及了。天空中突然传来一声尖锐的啼鸣，紧接着大片黑云压顶而来，那不是云，是密密麻麻的黑鹰，蛇族的天敌黑鹰族！哈哈哈哈！大家一起死吧！若雪癫狂地大笑，扭曲的脸在黑雾中宛如恶鬼。黑鹰群发现了我身边的龙宝，那是比引兽丹更诱人的顶级血石，领头的鹰王双翅展开足有10米，利爪如钩，直直朝我扑来。前有猛禽，黑压压的鹰群遮天蔽日，空气中满是令人窒息的腥臭味。鹰王俯冲而下，那一双铁爪闪烁着寒光，直接锁定了我的咽喉。他背后的那些巨型黑鹰更是垂涎3尺的盯着我身边的龙宝，在他们眼里，这些刚出生的真龙血脉就是最好的大补之药，保护娘亲。大宝发出一声咆哮，小小的身躯瞬间爆发出刺眼的金光。我忍着伤口的剧痛，体内龙气疯狂运转，前世被扒皮抽筋的绝望再次涌上心头。但我知道这一次我绝不能倒下，我身后是还没长大的孩子，我若是死了，他们会被这些畜生生吞活剥。滚开！我厉喝一声，指尖弹出一道金色剑气，堪堪划破了鹰王的翅膀，鲜血喷溅，却激起了鹰王更疯狂的凶性。他一个盘旋再次扑来，巨大的翅膀扇起狂风，吹得我几乎站不稳脚跟。若雪躲在黑雾后面，看着我狼狈的样子，发出了尖锐刺耳的狂笑。他那张已经没有皮的脸扭曲得如同厉鬼，每一声笑都带着浓浓的诅咒。若曦，你逃不掉的，你的肉会被撕碎，你的孩子会被分食！哈哈哈！他癫狂地吼着，我死死咬着牙，感受着四面八方袭来的压力。就在鹰王的利爪即将触碰到我头顶的瞬间，我突然感觉到腹部传来一阵剧烈的颤动，那股力量不是来自外面，而是来自我曾经孕育孩子的地方。原本金色的灵力瞬间变得幽暗深邃，一道远古而威严的
气息猛地炸开，直接将冲在最前，全场死寂，连疯狂的鹰王都硬生生止住了身形，惊恐地盯着我。在那团血雾中，9个龙宝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黑黢黢如同小蛇般的身体，此刻鳞片层层剥落，露出了底下灿烂如烈阳的精灵，9种不同的光芒交织在一起，雷鸣、火浪、寒霜，各种狂暴的元素力量在林间肆虐。9宝最为特殊，它虽然体型最小，但头顶的龙角已经隐隐成型，它昂起头，对着天空发出一声稚嫩却足以震碎灵魂的龙啸，那是刻在血脉里的威压，是诸神之战后幸存的战神傲骨。怎么可能刚出生就觉醒了天赋神通？鹰王的声音在颤抖，我趁机反击，趁着这股威压让妖兽陷入僵直，我带着龙宝们化作一道金光，直接冲出了鹰群的包围圈。若雪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大宝随口喷出的一道浓息扫中。那虽然只是残余的火焰，却瞬间点燃了他身上那股腐烂的气息。啊，哥哥救我，火好疼啊！若双鹰手忙脚乱的想去扑灭火，却发现那是龙息之火，根本扑不灭。冷云墨缩在草丛里，吓得肝胆俱裂，连看都不敢看我一眼。我没有回头，这些烂人已经不配让我浪费时间。我的目标只有一个，带孩子们离开这片是非之地。就在我们即将冲出密林时，前方的地面突然剧烈震动起来，一个低沉厚重，仿佛从地底深处传来的声音缓缓响。声音落下的瞬间，林间的草木纷纷枯萎，一个巨大的蛟头缓缓从地底钻出，它浑身覆盖着冰冷的青色鳞片，一双铜铃大眼死死地盯着我和孩子们。那是坠龙谷的守护蛟，传闻他曾亲眼见过真龙陨落，万年来守着残魂，性格暴戾。黑鹰族见状，竟然头也不回地撒腿就跑，仿佛这蛟龙比他们更可怕，身上有龙族的气味，却生得如此弱小。蛟龙喷出一口白雾，那是极寒之气，让周围的温度瞬间降到了冰点。既然是假冒血脉，那就都留下来做肥料吧。他巨尾一扫，带起千钧之力，我抱着9宝勉力躲闪，却还是被余波震的气血翻涌。我们不是假冒的。2宝气得直跳，他身上的火元素猛地爆发，试图融化那些寒冰。你是大蛇，我们才是龙。蛟龙不屑地冷哼一声，张开血盆大口。就在他即将吞噬我们的千钧一发之际，我怀里的9宝突然挣脱了我的怀抱，他身上散发出一种极其古老的光芒，那光芒在半空中凝聚成一个模糊的金色幻影，那幻影傲然而立，额生双角，金色长发飞扬。当看到那个幻影的一瞬间，原本凶狠无比的蛟龙突然僵住了，巨大的身体颤抖着趴伏在地上，头颅深深埋入泥土中。拜见无主。蛟龙的声音不再暴戾，而是充满了敬畏与激动。他颤抖着说：“您终于回来了，主母和少主们，请随老奴来。”主母，我被蛟龙带进了一个深邃的地下洞穴，这里没有泥土的腥味，反而充盈着一股清冽的仙气。洞穴尽头是一座巨大的祭坛，祭坛中心悬浮着一块金色的玉石，散发出温暖的光芒，正好笼罩在孩子们身上。这是主人生前留下的本源神石。蛟龙匍匐在一旁，声音哽咽。他说过，若有一日主母带着少主们归来，这神石便能助少主们彻底重塑龙身，不必再受蛇胎的局限。我看着孩子们欢快地围着神石盘旋，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原来这一切都是那个人算好的，他留给我的不仅是这9个孩子，还有这一条通往神界的后路。9个龙宝的气息越来越稳，原本墨色的鳞片彻底转化为赤金，他们身上的墨蛇印记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纯正的龙族神威。主母，您体内的余毒也需要清一清。蛟龙低声提醒道，他吐出一颗青色的珠子，光芒扫过我的身体，前世被扒皮抽筋留下的那些隐疾，甚至连灵魂深处的裂痕，都在这一刻被奇迹般的修补好了。我感觉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在4肢百骸中奔涌。就在这时，蛟龙语气中透着杀意。我走到水幕前一看，竟然是若双鹰。他不知道从哪弄来了一件隐匿气息的法宝，此时正带着已经不成人形的若雪跌跌撞撞地往这里爬。若雪似乎感应到了龙气的存在，她嘶哑着嗓子尖叫：“龙雪，在那抢过来，我就能长出皮了！”他们竟然还不死心，甚至带了一个全身笼罩在黑袍里的神秘人。若双鹰和若雪扑到了山谷尽头，却被蛟龙一尾巴扇飞，重重摔在祭坛前。若曦，把笼子还给我，我才是圣女。若雪在地上爬行，身后的血迹拉得很长，我看着她这副样子，没有愤怒，只有厌恶。我缓缓走下祭坛，9个已经化为人形，穿着肚兜的龙宝紧紧跟着我。你还不明白吗？我俯视着他，你所谓的圣女不过是踩着我的血肉编造的谎言。不远处那个黑袍神秘人突然出手，黑色的妖气直逼祭坛，但在9个龙宝合力喷出的龙息面前，那妖气瞬间土崩瓦解。黑袍人见势不妙，竟然直接舍弃了若雪，2人化作一阵烟雾逃遁。若双鹰彻底绝望了，他看着我，又看看那些如同神奇般的孩子，终于流下了悔恨的泪水。妹妹，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晚了。我冷冷地转过身，蛟龙张口将2人卷出了山谷。在这禁地之外，是无数闻风而动的野兽，失去了法力没了皮的2人，等待他们的下场不言而喻。死那是对他们最大的恩赐，我要的是他们在这妖荒之地像烂泥一样活着，日日夜夜受万虫噬咬，受饥寒交迫。我抬头看向神界的方向，那里云雾缭绕。孩子们，我们走。9个孩子齐声应道：“好，娘亲。”金光闪过，白蛇族最后的一丝牵绊彻底断绝。我们一步步踏上云端，走向那座宏伟的神殿。踏入神界大门的那一刻，无数金甲神兵齐齐下跪，动作
作整齐划一，震碎了天边的浮云。在长街的尽头，那个我梦见过无数次的男人正负手而立。他转过身，深邃的眼，我站在九霄云端，脚下是翻腾的祥云，眼前是威严的神殿。那个在梦中，在禁地暗室里出现过无数次的男人，正穿着一身暗金色的龙袍站在长街尽头。他就是龙族之首，也是我9个孩子的亲生父亲龙玄。看着他那张冷峻却透着温柔的脸，我心里五味杂陈。前世我被包皮抽筋，被天雷劈死的时候，他在哪里？我的孩子们被扔进池水化为血水的时候，他又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在神界俯瞰苍生？虽然他在最后关头用本源神石救了孩子，但我心里的那道疤还没好。9个龙宝却没我想的那么多，他们感受到了血脉深处最纯正的召唤，发疯似的冲了过去，围着龙玄兴奋地盘旋鸣叫。龙玄伸出手，一一轻抚孩子们的龙角，眼神里满是亏欠和压抑的狂怒。他转过头看向我，低声叹息，说他因为当年战死神力散尽，不得不借我之体让龙子转世。他承诺从今往后，诸天万界再没人敢动我们母子一根汗毛。我没有说话，只是冷冷地看着这金碧辉煌的神殿，这里到处都是高高在上的神祇。我知道，在蛇族禁地的血战只是开始，在这神界还有更大的风暴等着我。龙玄牵起我的手，走向龙宫深处，可刚进大殿，一位神情冷傲的女神便挡住了去路。她指着我的鼻子质问龙玄，为什么要带一个满身妖气的低贱香蛇进入神界？圣地大殿内的气氛瞬间冷到了极点。那位自称是龙族长公主的女神眼神里充满了厌恶，说我这股低贱的香蛇味儿熏脏了神界的空气。她不仅不承认我是龙母，甚至想直接出手抢夺那9个金光闪闪的龙宝。在她眼里，我不过是一个孕育神血的器皿，生完孩子就该像垃圾一样被清理掉。这种高高在上的嘴脸简直和白蛇族那些长老一模一样。我冷笑一声，直接把大宝搂回怀里。我告诉他，孩子是我拼了命从地狱里带回来的，谁要是想抢，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龙玄脸色阴沉的可怕，他周身龙气暴涨，直接将长公主震退数步。他当众宣布，我不仅是他的救命恩人，更是龙族唯一的帝后。可长公主显然没打算罢休，她阴恻恻地笑了起来，说龙族血脉不容混淆，神界有规矩，凡是妖类入神级必须走过化神池，那池水能洗去妖气，也能剥掉一身妖皮。如果我能活着走出来，他就闭嘴，如果不成，那我就得形神俱灰。看着那翻腾着紫色雷电的化神池，我感受到了前世被雷劈时的恐惧，但我看着孩子们担忧的眼神，我知道我不能退缩，如果我不变强，我永远护不住他们。我一步跨入化神池，雷电瞬间贯穿全身，可就在我皮开肉绽的瞬间，我腹部竟然亮起了一道诡异的黑芒，那是前世墨蛇陨落时留下的怨气，竟然在此时疯狂反噬。紫色的雷电像无数把尖刀在我的灵魂上反复切割，这种痛苦比前世被剥皮抽筋还要强烈100倍。我感觉到我体内的蛇血在沸腾，在消散，原本温养在腹部的那道黑芒变得狂暴无比，那是前世9个墨蛇宝宝惨死时留下的怨念。他们在我的潜意识里尖叫，问我为什么要带他们来这充满虚伪的神界。池边的众神都在等着看我笑话，尤其是长公主，她嘴角挂着残忍的笑，似乎已经预见了我化为灰烬的下场。龙玄想要冲过来救我，却被神界的封印死死压制。就在我意识即将消散的瞬间，9个龙宝突然齐声发出一阵悲鸣，他们不顾雷电的攻击，一个个冲进化神池，用自己的龙躯死死护住我的心脉。孩子们身上散发出圣洁的金光，竟然开始净化那些狂暴的黑芒。那股怨念在温暖的龙息中渐渐平息，化作一缕缕纯净的力量涌入我的4肢百骸。我不再抗拒，而是张开全身毛孔，任由雷电重塑我的筋骨。当我再次睁眼时，一身腥臭的蛇皮彻底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身闪烁着七彩神光的龙鳞护甲。我从池中缓缓站起，那种来自上位者的威压让在场的众神都忍不住低下了头。我看着长公主惨白的脸色，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现在的我终于有资格保护我的孩子了。就在神界准备为我举行帝后大典时，那个在蛇族禁地逃走的黑袍人再次出现了。他带回了一件东西，让那个黑袍人就站在神殿中央，兜帽下的笑声充满了阴毒。他手里举着一面破碎的铜镜，镜中竟然显现出我前世惨死的画面。他当众揭穿说，我曾是最低贱的香蛇，还诞下过不祥的墨蛇。在神界诞下墨蛇被视为对神灵的亵渎，是大凶之兆。原本那些对我产生敬畏的神祇，此刻眼神里又充满了狐疑和嫌恶。黑袍人更是指着龙玄的鼻子，说龙玄为了私情，不惜利用妖女复生。龙子这是欺瞒天道。他拿出的那面镜子叫溯源镜，能映射出一个魂灵最污秽的过去。镜头一转，竟然出现了若雪和若霜因惨死的魂灵，他们在冥界咆哮，指责我为了上位不择手段，甚至残杀同胞。若雪那扭曲的魂灵在镜中凄厉地叫喊，说她才是真正的龙母，是我抢夺了她的气运。虽然这都是一派胡言，但在刻板的神界规则面前，我的出身成了最大的罪状。长公主趁机发难，要求罢黜我的帝后之位，并将我投入无尽深渊受刑。龙玄挡在我身前，金色的长发飞扬，他说不论我过去是谁，现在都是他唯一的妻。可黑袍人却狞笑着捏碎了镜子，一股浓郁的原来他根本不是什么妖，他是来自幽冥之地的判官，专门来收割我这个逆天改命之人的性命。死气封锁了神殿，9个龙宝被黑烟缠绕。黑袍人指着大宝说，这个孩子命格里带着死劫，必须交出来祭旗。我死死护住孩子，却发现我的神力竟然在迅速流失，那股死气极其阴毒，不仅侵蚀神力，更在不断勾起我前世最恐惧的回忆。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冰冷的化骨池边，眼睁睁看着孩子们的头颅被斩断。黑袍人手中的判官笔在虚空中划过，一道道死字符咒落在龙宝们身上，让他们痛苦地在地上翻滚。龙玄为了保护我们，强行透支，本源龙力抵挡攻击，嘴角已经渗出了金色的神血。黑袍人叫嚣着说，我本该在冥界受尽万魂
魂撕咬，重生是违背天意的罪孽，他要修正这个错误，要把我和孩子全部带回阴曹地府。神殿内的其他神祇此刻竟然冷眼旁观，甚至有人在低声附和，说这种来路不明的血脉确实会给神界带来灾厄。就在大宝快要被吸进黑雾的紧要关头，我体内的香蛇血脉竟然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变异，那种被神界鄙夷的低贱味道，在死气的催化下，竟然演变成这种香气所到之处，死气纷纷消融。原来香蛇一脉并非低贱，而是远古时期守护生命的神木后裔，只是流落凡间后退化了。我猛地站起，双眼化为灿烂的金红色。我告诉黑袍人，天意若是不公，那我就捅破这天。我张开双臂，将龙宝们护在身后，那是母性的本能，也是我这一世唯一的执念。黑袍人被我爆发的力量震碎了法身，露出了真面目。可当看清他的脸时，我和龙玄都愣住了，那张脸竟然和白蛇族的某位遗孤长老长得一模一样。黑袍人的兜帽被我爆发的神光震碎，露出的那张脸让我如坠冰窟，那竟然是蛇族那位早已仙逝的大长老。我瞬间明白了，什么墨蛇是不洁的象征，什么香蛇血脉低贱，全是他编造了数千年的谎言。他一直躲在阴影里，像个耐心的猎人，等待着龙子降世的那一刻。他根本不是什么神界判官，而是个想通过献祭真龙血脉来延寿的窃贼。他冷笑着撕开尾，他说若雪和冷云墨不过是他随手布下的2颗棋子，用来折磨我，激发墨蛇体内的怨气，因为带着极致怨念的龙血才是他修补残破神魂的最佳补药。龙玄护在我身前，手里的龙剑嗡鸣作响，他低声告诉我要带孩子先走，因为大长老手里捏着神界圣地的命脉。但我看着那老畜生贪婪的眼神，心里只有无穷无尽的杀意。前世我被族人唾弃，被亲哥背叛，被活活劈死，源头竟然全在这个道貌岸然的老东西身上。我体内的香蛇之气开始疯狂转化，那种被视为骚味的香气，此刻却成了神殿内最神圣的火焰。我告诉自己，今天不是他死，就是我亡。我不仅要为这一世的9个龙宝争得前程，更要为前世那9个化为血水的孩子讨个公道。大长老祭出了一杆漆黑的招魂幡，幡旗一动，无数被他残害的蛇族冤魂呼啸而出。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若雪和冷云墨那本该消散的魂魄竟然也被若雪那张血肉模糊的面孔在幡旗中凄厉尖叫，她哪怕成了冤魂，那股妒恨也丝毫不减。冷云墨则像条毫无尊严的野狗，在死气中挣扎着想咬断我的脖子。大长老狂笑着说他最喜欢看这种骨肉相残的戏码，他挥动招魂幡，让这些带着诅咒的魂灵去啃噬龙宝们体内的神性。龙玄为了抵挡漫天死气，不惜燃烧自己的本源龙珠，他那高大的脊背在黑暗中显得那么孤寂，仿佛要一个人扛下这万年的因果。龙宝们感受到了父亲的虚弱，一个个愤怒地嘶吼着，原本灿烂的精灵被死气侵蚀的暗淡无光。看着孩子们痛苦的样子，我脑海中那根名为理智的弦彻底崩断了。我想起前世被剥皮时的冷风，想起天雷贯穿身体时的绝望，那种极致的痛在这一刻化作了毁天灭地的力量。我体内的香蛇血脉彻底觉醒，那是远古神木的守护之力，是所有阴邪之气的克星。我没有任何法宝，直接赤手空拳冲进死气漩涡。我每走一步，脚下就开出一朵晶莹剔透的神木花，那些花朵散发出纯净的香气，瞬间净化了漫天的冤魂。若雪和冷云墨的魂魄在香气中发出最后的哀嚎，随后化作飞烟，彻底消散。大长老见势不妙，竟然想把招魂幡刺向自己的心口，借此引爆神殿下的万年地脉。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直躲在我怀里的九宝突然发出一声震碎空间的龙吟，化作一道九宝那一记流光精准的洞穿了大长老的肩膀，硬生生阻断了他的献祭。大长老发疯般的咆哮着，说他谋划了万年，绝不容许毁在一个低贱的香蛇手里。他舍弃了肉身，将神魂化作一条浑身长满毒疮的巨蛇，企图做最后的困兽之斗。我看着那条丑陋的巨蛇，只觉得讽刺，这就是蛇族供奉了万年的神，其实才是最污秽的怪物。我招呼9个孩子合力围攻，让他们释放出积压了2世的怒火，9种不同的本源力量，雷霆、地火、狂风、寒冰，在半空中汇聚成一个巨大的彩色法阵。龙玄此时也缓过劲来，他飞身而起，化作千丈金龙，与孩子们的阵法融为一体。那一刻，父子连心，神力滔天。大长老变化的毒蛇在龙息的洗礼下，鳞片成片崩落，发出如铁锈摩擦般的惨叫。他卑微的求饶，说他愿意交出所有神力，只求留下一丝残魂。我冷冷地看着他，心里没有一丝怜悯。我想起前世他在我临死前那种漠然的眼神，想起他亲手把龙宝扔进化骨池的狠辣。我告诉孩子们，有些恶是不值得原谅的，我要让他也尝尝什么。就在大长老的神魂即将被碾碎的一刻，神界的天空突然裂开一道缝隙，一位身穿素衣的古神缓缓降临。他看了一眼场中的惨状，抬手按住了我们的必杀一击，那气息竟然与我体内的香蛇之源一模一样。素衣古神的出现让全场陷入了死寂。他看向大长老的眼神里满是失望，随手一挥，那条不可一世的毒蛇就被禁锢在了一个小小的透明球体中。他转过头看向我，眼神柔和的像是一汪春水。他轻声告诉我，我并非什么低贱的蛇族，而是他流落在外的唯一血脉，是这诸天万界最后的一缕始祖神木之灵。原来蛇族先祖在万年前窃取了古神的一丝生机，才演化出了香蛇一脉。而大长老之所以针对我，是因为只有吞噬了始祖血脉，他才能真正跨入永恒的境界。龙玄收回龙身，单膝跪地向古神行礼。原来他一直寻找的龙族守护神，竟然就是我的生母。孩子们好奇地围着这位外祖母转，古神笑着赐予他们每人一颗本源神丹。那一刻，孩子们彻底褪去了最后的蛇性，进化成了神界千万年来最完美的真龙姿态。但我并没有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尊贵身份而感到狂喜，我只是觉得疲惫，那种跨越了2世的疲。我看着球体里站立的毒蛇，想起那些死在谎言里的蛇族同胞，想起我那悲惨的前世。我告诉古神，死太便宜
便宜他了，我要让他去冥界最深处的化骨池，日日夜夜承受孩子受过的苦，直到时间尽头，大长老被带走了，神界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但我看着龙玄的眼睛，突然问了一个藏在心底很久的问题：如果我只是那个低贱的香蛇，他还会不顾一切的护着我吗？龙玄听到我的问题后愣了一下，随后紧紧地抱住了我。他在我耳边低声呢喃，说在他最虚弱、最绝望的时候，是那股沁人心脾的香气给了他重生的勇气。他说他爱的从来不是什么始祖血脉，而是那个在水牢里依然挺直脊梁，在祭台上拼死护住孩子的坚韧灵魂。他承诺从今往后，龙族再无高低贵贱之分。我看着他真诚的眼眸，心里的那点疙瘩终于彻底消散了。在古神的见证下，我们举行了迟到2世的帝后大典。这一次再也没人敢说我满身骚味，那些曾经冷眼旁观的神祇纷纷跪在脚下，赞美我是救赎了龙族的功臣。9个龙宝穿着特制的小龙袍，像模像样的接受着众神的朝拜。大宝已经隐隐有了储君的风范，9宝则依旧爱撒娇地赖在我怀里。我看着这繁花似锦的神界，心中却想起了荒凉的蛇族。虽然那里给了我无数伤痛，但也有很多无辜的生命被蒙蔽。我决定带着孩子们回一趟蛇族，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彻底废除那些吃人的规矩。我要让所有蛇族人知道，血脉不分高低，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我要在那座曾经烧死我的刑场上种满始祖神木，让那里变成蛇族最神圣的绿洲。当我再次踏上蛇族的土地，我在蛇族禁地的废墟上最终撒下了始祖神木的种子。随着龙宝们齐声呐喊，天降甘露荒芜的土地上瞬间开满了洁白的神木花，香气弥漫，洗刷了这片土地万年来的贪婪与罪恶。从此世上再无卑贱的香蛇，只有自由的生灵。龙玄牵着我的手，站在山巅，俯瞰着重生的世界。9个孩子已经能够自在地化作巨龙，在云海中穿梭嬉戏，他们的笑声回荡在天地间，成了最美妙的音符。我回想起这一路走来的艰辛，从被扒皮抽筋的绝望，到诞下9子的坚持，再到如今的权倾天下。原来所有的苦难都是为了让我长出最坚硬的鳞甲，去守护最想守护的人。我靠在龙玄的肩膀上，感受着阳光的温度，终于闭上眼，享受这来之不易的平静。前世是一场噩梦，今生是一场修行，而此时此刻，在这满山花开的盛世里，我终于和我的孩子们一起等来了属于我们的长治久安。